OPPO 的 Find X8S 系列使用了1个星期啊，今天的视频跟大家聊聊这款手机。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梳理一下目前 Find X8 系列的产品线，方便大家对这个家族定位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是 OPPO 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发布的 Find X8 以及 Find X8 Pro， 而今年春天首先在 S 系列里，它发布了 Find X8S 和 S Plus， 其中 S 这款机器呢是体积上缩小了一些 ，X8S Plus 呢则是和 Find X8 的尺寸相同，还全新发布了 Find X8 Ultra。现在是数字系列 Pro 和 Ultra 组成了他们的家族阵列。Pro 呢这次没有获得更新，但是从我个人来看啊 ，Ultra 其实就是 Pro 的终极更新。今天的视频呢，我们会从手感、影像、硬件、软件4个环节来看看这款手机。我们先说手感，其实小屏手机大家见过也已经不少了，对不对？以 iPhone 数字系列为首，包括之后跟进的小米数字系列、vivo mini 系列，大小手感都很接近。那么对于 OPPO 的小屏 8S 有哪些差异呢？先说不同点，这是安卓3小之中最轻的，也是安卓3小之中最薄的。我很多年一直都在使用小屏手机，所以说对于这个尺寸单手掌控握持感还是很满意的。OPPO 这次努力的去缩减镜头的大小和厚度，我把 8S 和 8S Plus 放到同样的比例，你就能够看出这个镜头的变小。我看到有评论说这个镜头小了之后啊，比例不协调。我个人的感受是在能够保证画质的前提下，镜头其实越小越好。如果说一颗镜头就能够实现超广、主镜头、长焦，那一颗镜头那个外观是最好的。镜头缩小之后啊，握持的时候就会减少食指对于握持的干扰。所以我们看这一次的 Find X8S 啊，轻薄加上平面边框，加上弧线倒角，加上更小镜头所带来的舒适握持手感，我个人啊喜欢这台手机是要超过 X8 以及新的 X8 Plus 的。在这里呢补充2个小细节，第一，白色它是独占沉浸式镜头模组的，这个好像我看评论区更符合大众审美，对不对？同时呢，白色也是独占亮面边框啊，更加闪耀。通常来说，我也是更喜欢黑色一体的，但是对于 X8S 的粉色确实很像樱花花瓣，也很像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女生的那种花瓣妆容。哎呀，所以说这2款机器啊，我很少见的出现选择困难症。大家觉得你是更喜欢这款的设计，还是更喜欢这种花瓣设计呢？第2个细节就是 8S 这次它配备的是超窄底边框，这个我们上次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要比 iPhone 16 Pro 还要更窄一点点啊。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我们来聊一聊影像。X8S 系列依然是主打人像拍照了 ，8S 和 8S Plus 它的主镜头和超广角参数硬件完全相同，但是长焦传感器方面 Plus 面积会更大。那么实际场景表现如何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去重庆拍摄的可爱的女孩子啊，这是长焦普通模式拍摄的，就是没有开人像模式美颜算法。真可爱啊！然后我又开启了人像模式，使用长焦拍摄，大家对比一下，可以看到小姐姐她的黑眼圈明显减弱了，对不对？皮肤质感会变得更加细腻。OPPO 的人像模式，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是通过光影的变化去提升你的人像质感，而不是通过磨皮呀或者美白呀。你可以理解为 OPPO 让你变美的方式，不是给你化浓妆，而是给你加一个特别专业的摄影灯。人像模式这次还专门优化了发丝和背景虚化的这种精细程度。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姐姐她的头发发丝，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是在虚化光圈开很大的情况下拍摄的。这个发丝部分啊，在 Ultra 的视频当中我们会详细对比测试。另外，瞬间抓拍运动的人啊或者物体的能力，OPPO 的手机依然很强，就哪怕是很快的动作，不打开运动模式直接拍摄，也有相当清晰的画质。OPPO 呢也依然是苹果之外唯一支持 Live Photo 防抖的厂商，拍摄动态照片的时候效果会更加稳定，而且 Live Photo 它是支持增加滤镜、调整后期参数的情况下，依然保留动态效果的。也就是说，加完滤镜之后，它依然是动图。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把这张照片加一个复古滤镜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加完滤镜之后，动图里的视频你会看到也有这种复古的胶片质感，这样你就可以完整的发到小红书或者微博或者抖音上了。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大家很关心的8S 长焦表现啊，那日常使用和 8S Plus 更大的传感器面积具体差别在哪里呢？经过我的实测，暗光拍照其实没有影响。
两者基本是可以划等号的。有影响的主要在于2个场景，第一个就是夜景视频。如果你是在运动状态下，比如说行走状态下去录视频，你会发现 8S 明显会更容易糊。相比之下 8S Plus 那个画面的连续性、稳定性就更好。但是呢，如果你停下来保持不动的情况下， 8S 这个位置它好像会通过多帧合成去实现一个不错的画质，有一点点像当年 Find X5 系列它的那个技术特点。对于抓拍这种一瞬之间进光量会降低的场景，那长焦更小的传感器，它的表现细节就会弱于 8S Plus。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啊，日常拍摄包括人像在内， 8S 它的效果是等同于 8S Plus 的。但是如果你拍摄比较多的暗光视频，或者说长焦抓拍，那么 8S Plus 会是那个更好的选择。另外，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我们聊一聊硬件升级啊。芯片这次升级到了天玑9400+啊，性能更强了。其中 8S 它在体积缩小的情况下，电池反而增加到了5700毫安时，也就是它反而比 Find X8 前代的电池要更大了。另外8S Plus 增加到了6000毫安时。经过我的实际测试，原神极限画质30分钟跑图，8S 和8S Plus 基本都是满帧，耗电都比前代变得更少了。8S 呢，因为机身更小，所以散热呢是要弱于8S Plus 的，最高温度达到41.4度，这个温度其实还好。王者荣耀对于 8S 这种就很轻松了啊，最高只有38.9度。同时观看8小时在线视频，前代 X8 耗电45%，而 8S 和 8S Plus 都耗电37%。同时录制 4K 60帧视频15分钟，8S 耗电5%。两款新机它的发热控制要比前代提升很明显。今天视频的最后一部分，第4部分，我想说一下Find X8 全系新增的这枚快捷键。在 Find X8 时代，这个位置它是一枚3段式的静音按键，而这一次呢 ，OPPO 相当于全面拥抱苹果，走苹果的路，让苹果无路可走。这枚按键支持自定义，你可以给它设定为录音啊，长按开启录音，配合软件上的灵动岛显示，主打一个果汁果味儿。你也可以自定义为截屏，或者说出国旅行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开启翻译功能。你也可以自定义给它设置成勿扰模式，或者自定义成手电筒，再或者给它自定义成最初的模样，3段式的静音按键。以上这些呢，其实都是苹果就已经实现的功能。这次这枚按键有一个苹果目前也没有的功能，叫做一键闪记。这个功能其实不太好讲啊，所以说我争取用简单的语言让大家能够理解。大家在日常刷抖音或者小红书一定有收藏，对不对？点赞是代表我喜欢这个内容，爱看，让系统继续给我推荐相同类型的内容。但是收藏则意味着这个内容可能会对自己未来有帮助。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你收藏的内容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可能1年、2年前的内容，你压根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收藏过什么了。即使你能想起来，也不会去看；即使你去看，可能也没有耐心去看完。而 OPPO 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利用 AI 帮助你把记忆串联起来，把你过往留下的一个个小脚印串联起一段完整的旅程。那么这个功能怎么用呢？首先就和我们日常看到其他的帖子收藏一样你只要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你就按一下这个按钮。看到了吗？它就开始分析中，这个时候手机就会快速识别内容，快速归纳。在小步记忆里，我给它点击打开，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这里有一个 AI 总结生成的标题，原标题是北京2环里巨隐蔽但巨好吃的现在呢，很多博主他为了让他的内容更具有吸引力，他很多时候标题把话说一半，这样的内容你即使收藏起来，以后你看到这个标题，你也不知道自己在收藏的是什么，对不对？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AI。他把我这个帖子里核心的信息给你抓取出来作为标题了，就是北京小菊儿胡同肘子拌饭推荐。右侧这个位置是一个截屏，以图片的形式帮你快速回忆。在这个下方有一个小红书原文链接，我只需要点击，看到了吗？它会快速的直接跳转到刚才小红书那个帖子。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方的这个部分，就是对刚才这个帖子进行的 AI 总结。它甚至还抓取到了评论内容，比如网友评价对蒜苔炒肉的看法不一。刚才我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我并没有上下滑动屏幕。这还不算完OPPO 这个功能的另一个核心价值就在于通过 AI 给帖子加上标签，北京美食、肘子拌饭，然后大家看下边会出现相关记忆，比如说这一条我点进去，
你看，也是一个小红书的帖子，然后是北京巧味小馆美食推荐，就他会把我收藏的这些内容呢打上不同的标签，然后把相同的标签进行汇总。这些标签里边的内容可能是你1天前记录的，也可能是你1年前记录的，但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标签，就会被呈现在这里。比如说你下个月正好打算去北京玩几天，正好在做攻略啊，收藏了很多北京美食你想去吃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切换到合集这里，然后比如说创建一个北京吃饭这样的一个合集，它开始正在分析26个记忆碎片。不用你自己去一个一个往里加啊，它就会把凡是跟北京吃饭相关的帖子自动给你生成到一个合集。因为我们传统的都是需要自己去添加，对不对？那你如果收藏了比如说5000个帖子，里边有2年以前收藏的，那你这样手动添加就很麻烦，现在一键完成。小布记忆第二个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跨平台。那么如果我在大众点评上看到了一个北京一日游的一个 City Walk 的攻略，我也可以通过快速的记忆，大家看，然后它现在开始分析中，已记住。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现在这个帖子也被我自动的 AI 总结成了这样一个文章，然后下方它就会关联到我刚才在小红书中收藏的北京美食。这个收藏夹它是打通你手机各个应用之间壁垒的，真正的实现全局收藏、全局总结、全局关联、全局为你所用。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小布记忆的全部了，那就错了啊！它除了能够帮你整理收藏，还能够成为你的小秘书。比如说，你的好朋友给你发了一条消息，告诉你明天晚上8点去吃火锅南门涮肉，然后甩给你一个大众点评的链接，这个场景很常见，对不对？这个时候，当我点击这个按钮，开始扫描分析，看到了吗？大家，在这里它会给你以灵动岛的形式弹出一个新的日程，就是告诉你4月4号晚上8点去南门涮肉国贸商城店去吃火锅，你直接点击添加。明天晚上8点去南门涮肉吃火锅。大家注意啊，对于刚才微信的这个聊天记录来说，我没有发出任何的语音或者文字的指令，对不对？我只是按了一下这面按键，手机就自动的帮我生成一个事项，然后问我是否要添加。这还不算完啊！假设我在淘宝上看到一双自己很喜欢的鞋子，还没开卖，对不对？即将开卖，我只需要按一下侧边这面按键，开始扫描。小布除了帮我整理出了这个鞋产品的名字、价格、销售情况、什么时候发售，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推荐事项：2025年4月5号上午9点钟，这双鞋开卖。这还不算完，小长假来了，女朋友买了一张电影票，然后发了一张截图。那这个时候我只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又弹出提示了，就是说识别到观演日程，向阳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9点20到11点24，这是这部电影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问我是否要添加，方不方便？这还不算完啊！假设我现在已经到电影院了，这个时候我可以直接通过按开机键，大家看啊，调出我今天晚上的电影票。你今晚有一张向阳花的电影票。这个时候我可以直接通过点按这个位置，看到了吗？二维码就出来了。OPPO 这个 AI 功能，我用了几天时间吧，我认为它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存在2个挑战。第一个就是小布记忆，它对应的功能太多或者说太全面了。当一个功能有非常多、非常小的细节的时候，这就意味着用户要去学习和适应这些小细节，这可能会降低部分用户的热情。第二个挑战呢，则是使用习惯。智能手机从2007年发展到今天，好像还没有过那种不发出指令直接开始运转的功能。那么用户能不能习惯去按下这枚按键呢？因为对于小布记忆来说，只有你的记忆碎片足够的多，它才可能拼凑出一幅完整的画卷。那这2个挑战，我认为应该是 OPPO 接下来时间思考如何去引导用户的环节。我用的时间还不够长啊，我也会多用段时间继续积累感受啊，看看这个功能对我的日常帮助到底有多大。OPPO、vivo、华为、小米这几家的 AI 功能，我自己都在使用。我认为 OPPO 目前它最好的一点啊，就是它把 AI 这个技术放到了一个合适的场景当中，有场景才会有需求，有需求才会有应用。最后给出我个人的购买推荐啊 ，Find X8 系列呢，在售的几款机型当中，考虑到 X8S 和 X8S Plus 它们的续航几乎相同，如果是普通用户的话，我可能会优先推荐 8S， 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产品。如果你是个进阶的用户呢，我可能就会更推荐 Ultra 了。这是一款无论从外观设计
还是硬件配置，还是产品理念，都和去年发布的 Pro 已经拉开明显差距的产品。至于 Ultra 的具体表现如何，我们发布会之后评测再见。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够给准备购买 Find X8 系列的手机用户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钟文泽，我们 Find X8 Ultra 的评测视频再见。